阿姨，您贵姓啊？我姓蒋。我叫同学。你好，蒋阿姨，你得的什么病啊？生病都无所谓了，反正人年纪大了，毛病就多。我不过是找个理由来这儿住个几天而已，这儿人都热闹嘛。可是我觉得医院里冷冷冰冰的。你父母不在身边吧？他们已经过世了。难怪，要不然看着孩子被折腾成这个样子，怎么忍得住不来陪你呢？那您的家人呢？我丈夫已经去世了，我只有一个儿子，但是很少见面。那您一定也很孤单吧？孤单是生命的常态呀。不是我说的，是他说的。里面那个大怪兽啊，就叫孤单。我已经打败了他9关了，就是过不了最后一关，气死我！我很啰嗦是吧？没有啦，和您聊聊天，我的心情都好多了。我父母虽然没有您活泼，但是也不严肃的，时常跟我开玩笑。你父母还在的时候，肯定把你当宝贝一样的宠着吧？哦，对了，蒋阿姨，现在几点了？差5分12点。到了12点，就是我的农历生日了。我父母总是在农历给我过生日。没那么疼了吧？您的药很管用。没那么疼了，就会想睡觉了。没事，我再跟您聊一会儿。不用你陪我聊，快睡吧。快12点了，也许你父母都在等着，他们会和你在梦中相会，一起过生日呢。真的？睡吧。可怜的孩子。你吓死我了，月莹！你才吓死我了呢！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了？我不小心摔倒了。骗人！你怎么可能自己摔成这样呢？是不是你跟你男朋友打架，他把你打成这样的？不是他打我，是我打他。昨天我见了萧山，然后心情不好，回去我就和他闹脾气，然后我就用东西打他，还动手打他。他最后终于气不过了，就推了我一把，然后我碰倒了台灯，摔倒了，就躺在台灯上了。你出息了你啊！我是第一次认识你吗？你是打人的人吗？你是别人打你都不会还手的人，你现在居然还会撒谎吗？哎呀，又被打败了。医生查房了。哎，喂，医生，你这有朋友来了啊？
们聊啊。我来看看这个最不听话的老人家，还玩游戏机呢？你这眼睛都花了，净玩小孩的游戏，玩点高档的，好吧？我知道，你就想跟我打麻将，我的钱才没那么好骗呢。这位蒋阿姨啊，是个特别可爱的老人家。真的啊？嗯，蒋阿姨，你好，我叫刘月莹，是同学的好朋友。蒋阿姨，请您多陪陪同学吧，多陪他玩一会儿。他呀，什么都会，就是不会玩。好啊，可是玩什么好啊？咱们4个人，打麻将吧。你来了有多久了？快3年了吧？记不记得有一次你不听话，在客厅里面到处乱跑，结果呢，就打破了一盏古董台灯。我气得几乎要把你送人，但是我看到你蹲在墙角，怕得直发抖，我就心软了。知道吗？我也会害怕的。我最怕我自己会心软。莫先生，您吃的不多呀，是不是不合胃口？不是，菜很好，是我不太饿而已。都撤了吧。啊，莫先生，外面冷，您还是进屋去坐吧。我再坐一会儿，还要等个电话。你先去休息吧。好的。老马去看他了吗？去了一趟，没有见着。老马到门口，正好看见童小姐的女同事也刚赶到，怕不方便露面。本来准备再去一趟，正好莫先生要用车，一来一回，天色也就晚了，怕不方便打扰。不过我已经给古医生打了电话，他说童小姐一切都还好，没有什么大碍。哦，莫先生，什么时候接童小姐出院啊？随他喜欢，住到什么时候吧。伤口还疼吗？好多了。对了，临床的蒋阿姨呢？怎么我刚一睡醒，她人就不见了？哦，可能去串门了。这老人家就是爱玩。血压正常，其实你随时都可以出院。我想再观察1、2天。你决定吧。哦，对了，那老人家说今天是你的农历生日，生日快乐。谢谢。
生日快乐。生日快乐，江阿姨，您失踪了一会儿，就是去给我买生日蛋糕了？不是买回来的，是捞回来的。楼上儿童病房今天有生日会，我陪着他们玩了半天，摸着他们送我2块蛋糕。今天有2个小孩子生日，所以啊，我们有2种口味的蛋糕呢。来，别愣着，快许个愿，吹蜡烛。我没有愿望。怎么可能？每个人都有愿望的。你是觉得你的愿望一定不会实现，是吗？如果你的愿望是希望你的父母起死回生，那当然不会实现。你懂我意思吗？人只要有一口气在，就不会绝望。江阿姨，当您的孩子一定很幸福。很多年前，我儿子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：“妈，这一生我不会幸福了。”为什么？因为他自己选了一条不会幸福的路。我也是。是的，是我自己选择的。那就赶紧许个愿，希望遇到转角，不要一条死路走下去。许了。快吹蜡烛吧，把咱们俩照得像个鬼似的。那我们一起吹吧。好。喂，莫总，怎么样了？张志远今天去北京了，好像是为了部署吞并晋天集团的事情。这么快就动手？穆长河怎么了？是怕自己年纪大了没时间等了，所以等不及了。我也觉得激进了一些。晋天曾经是远中最强劲的对手，虽然一场金融风暴让他们损失了不少，但实力仍在。而且陶敬天对穆长河恨之入骨。我们接下来怎么办？静观其变，看看什么时候需要我们帮手吧。您指的是哪一边？你说呢？哦，对了，你让我查的事情查出来了，是谁指使的？你的小舅子穆振辉。来了。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，为什么每次约我来，都让我在江边见面？那约在哪儿？天台。我也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，我在想什么叫大煞风景。现在终于知道了，就是在良辰美景中偷偷摸摸的见面，一起干那些揭人隐私、见不得光的事。说笑而已，说正事吧。自从那晚饭局之后，他们俩就没见过面。刘月莹每天很正常，上班下班。那你约我来干嘛？关键是啊，有一件事情我特别想不明白。昨天中午我在跟刘月莹的时候，发现她去了趟医院，不知道是看病呢还是看望病。同一时间，莫少谦的司机也去了。你看这个。莫少谦住院了。这个本来我也这么认为的。哎，但是那个司机见到了刘月英以后，掉头就走，好像想避开他。
姐夫，你怎么突然来了？来参观你的新家呀？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？找人查你啊？来，请。姐夫，你先坐，我去倒杯水。哎，不用客气了。我是给自己倒，我口渴啊。姐夫，姐姐不是说你去上海了吗？怎么有空跑到这儿来了？忙里偷闲，来休息2天。你会不会跟你姐姐告密啊？我可有很多秘密都没有告诉过她哟。怎么样，我这新家还不错吧？还不错，我也挺喜欢的，是2个年轻的设计师帮我设计的。以后你要装修，可以推荐给你。真的这么好啊？叫什么名字？一个叫童雪，一个叫刘月莹，听说过吗？不但听过，我还跟其中一个很熟，另外一个算是见过面。那，你跟哪个算是很熟，哪个算是见过面呀？那你猜，我是跟哪一个很熟，哪一个是见过面呢？哎，带我去参观一下吧。可以啊，走。过关了！你真厉害啊！想不到你打游戏机这么了得。以前上大学的时候老玩，不想做功课就打游戏了。哇，太厉害了！童小姐，莫先生让我们接您出院，手续我们已经给您办好了。这是我给您带的换洗衣服。好的，我就去换衣服。贾阿姨，我要走了。有缘会再见的。你有我的手机号码，如果你想找人帮忙过关，就给我打电话。一定。你们家主人还真奇怪，要让人家出院，也不先打声招呼，说来就来。怎么样？整个房子我最喜欢的就是这儿了。你好像对客厅反应平平，对厨房和卧室也不怎么感兴趣，好像挺喜欢这儿的。这花园真的不错，也是他们2个设计的？不是，这个是同学的主力设计，每一砖一瓦都是他自己亲自挑选的。你不是喜欢养鱼吗？怎么在这里弄个鱼池啊？我原来是打算在这儿弄个鱼池的，可后来同学说，鱼儿应该自由自在地生活在江河湖海里，不应该被困在鱼池里，所以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。听了他的意见，弄了个喷水池。这么多年来，有多少女孩想要抓住穆家2少爷的心，结果都抓了把空。那个同学随便说了一句话，你就上心了？可能她和其他的女人不一样吧，不是一上来就想抓住我的心。你知道吗？那些对我百依百顺的女人实在太没意思了。应该是没什么挑战性吧。姐夫，真正爱一个人不是用来挑战的。我姐这辈子最大的一个错误就是时时刻刻的想挑战你。怎么？你喜欢这个同学了？也不算是吧，就是感觉还不错。哎，你怎么总问同学啊？你怎么不问问另外一个？另外一个没什么好问，是因为太熟悉了，没必要问吧？你猜呢？哎呀，除了这个小花园以外，还有什么地方是那个同学设计的？还有个书房，要看看吗？
这个厨房啊有点奇怪，风格和整个房子一点都不搭，不过我挺喜欢的。